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冰遇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Switch 的 Joy-Con 从创意上真的没话讲，不但能在掌机模式下操控、拆下玩体感游戏或和朋友共斗，还能用自带的握把组成一副完整的手柄。用途是多了，但限于体积和设计的原因 ，Joy-Con 的摇杆、按键手感一般，握持也谈不上多舒服。于是游戏玩的较多的 Switch 机友往往都需要再另购一个专门的手柄。有需求当然就会有厂商跟进，除了老任自家出品的 Pro， 各种主打不同外观、性价比、多功能、兼容性或特定用途的第三方手柄是花样百出。4月份我收到了国内厂商魔派寄来试用的新品，坦白讲，这2年各种手柄用过看过了一大堆。这款 M073在开头用的几天，除了外形很干净，拿在手里感觉蛮稳，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亮点。结果陆陆续续用了1个多月我慢慢发现这副手柄好像有点东西。它并不像正面那一片快捷功能按键，初上手让我觉得是主打功能多样化，因为这些差不多已经成为大多数第三方的标配。而这款手柄整体用下来，却更让人有种内敛的感觉。这期视频正好来聊聊自己的体验和总结，想选购手柄的朋友可以多个参考。魔派 M073浅色调的包装和手柄本体很搭，正面是产品的特写，背面则标示了各种快捷键的功能。产品全套包含手柄、1米长 Type-C to USB 连接线以及蓝牙接收器1个，说明书就一张纸片，不过确实讲全了第三方手柄几个最常用的地方，不同指示灯的提示、连接各种设备，还有连发调节和红按键的用法。关于手柄的固件升级等内容也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来获得。手柄外形和 Pro 一样，不过尺寸略微小了一点，重量也减少了约10克。其实作为一个外观党我个人蛮喜欢它的色调搭配，就是当中区域各种功能按键实在多了点。摇杆帽是内凹式，材质的触感不错，十字键按下去比 Pro 要软一点，键程倒是一样的，玩横版格斗时搓招很好用。而 YXBA 的键程比 Pro 要短，但按键大了一圈，方便拇指定位和频繁连按。扳机不是线性，肩部4个按键的形状，还有握把和背面底部的弧度都和老任家类似，握在手里的整体感很强，并且配重也正正好好。手柄第一次和 Switch 配对，在主界面改变握法和顺序菜单，才按手柄正面连接键2秒，再按 A 确定即可。之后唤醒主机，直接按硕大的 Home 键就行了，反应很迅速。这日后长期使用中能带来不少方便。而附带的 USB 接收器可以用在没蓝牙模块的电脑上，手柄还能通过组合键连接 iOS 或安卓平台。手柄外壳材质有细微的磨砂感，并且为一体式设计，虽然颜色很素，但日常使用保持清洁还蛮方便。2个摇杆官方说明是采用了日本 ALPS 部件，加入了芯片控制，能够自动校准。转动和回弹手感很轻柔，并且摇杆按下的阻力正好，特别是右摇杆，不容易在激烈的操作中误触按下。手柄配置了6轴陀螺仪，在能运用体感辅助操作的游戏中没有问题。另外正面 logo 区域是 NFC 感应，读取 Amiibo 的速度也很快，但 HD 震动依旧没有办法。魔派 M073还是正直马达，这个倒也丝毫不意外。从各种 Joy-Con 替代品到手柄还没遇到过能在正感上达到 Joy-Con 或 Pro 手柄的无缝衔接。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款不同于其他第三方比较常见的组合键方式，而是专门留了一个震动调节键，可以设置4档的强度或是关闭。升级最新1版固件后，手柄还支持通过红按键加上按下摇杆来调节对应摇杆灵敏度，上下各有5个档位，对于格斗、赛车等需要细微方向操作的类型很好用。手柄下方连发按键很简单就能配置普通连发、自动循环或关闭。红编程键长按3秒，下方醒目的 Home 键会变成紫色灯光，这时可以依序录入按键和时间间隔。输入完成后，如果连按2次快捷键，会自动循环触发红指令。连发在部分游戏中很实用，能解放拇指，避免枯燥重复的操作。红功能我个人一直都没什么需求，所以用过的每一款第三方手柄其实我比较看重最普通的日常操作。M073的握持配重很舒服，摇杆、十字方向和主要按键的手感与灵敏度也是主流水准。另外手柄内置1000毫安的电池，续航表现非常不错，并且因为搭载了快充 IC 芯片，充电5分钟就能使用约2小时以上，这点在日常使用中也能带来不少方便。除了能给 Switch 使用，手柄还能连接 iOS、安卓的移动端设备或 PC， 长按 A 比 XY 键3秒可以实现 A 比和 XY 的功能互换，这其实是个很好用的设计。5.0 蓝牙接收器有大约10米的有效距离，手柄和接收器连接电脑固件升级也非常简单，这些小细节都算考虑到了。至少在我这段体验期间内，比起各种附带的功能，它最普通也是最常用的操控感和使用方便性更让我满意。但也有个很让人纠结的地方就是中央区域这一堆按键的布局。各种独立快捷键原本的用意应该是想让玩家在需要用到设置时，不用机器组合键能更加的省心，但它们靠得太紧。例如在怪猎崛起中按减号容易误触截图，右边连接键倒问题不大，但加号和 Y 太近。我大乱斗 Y 键是跳跃，打到激动时也会一不小心就戳到暂停。这是款综合表现和日常使用方便性很不错的手柄，除了
HD 震动、第三方常见的功能都有，外观设计偏主流，其他细节基本都考虑到位，但操作习惯上很可能需要适应下，尽量避免误触中间的按键。除了这一点啊，如果你正想为 Switch 主机模式和其他设备共用，或是已经有了 Pro， 但因为有本地多人游戏的需求，需另购实惠些的手柄，这款产品啊可以考虑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最后谢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